所以把它加回去，其实就可以看它本业真正创造现金的这个能力，代表这家公司是真的有赚钱，真的能创造现金的。Hello， 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3月10号的晚上11点。就是前3集呢，我已经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会计的3大报表，就是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，还有现金流量表。那之后，我就是想说要跟各位来分享，从这3张财报可以看出哪一些财务指标，用这些财务指标可以来更快速的让你看一家公司的状况。我目前也是比较偏向做量化的财务指标的投资方式，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用的都是 Thinking Alpha， 那 Thinking Alpha 他们是量化团队有用的5个评级的指标，5个方向的指标，分别是获利能力、成长、估值、动能，还有第5个就是分析师的修订，用这5个面向里面各种财务指标来看一家公司。那我今天就先讲我最看重的一个面向，就是获利能力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Thinking Alpha 它的网站。现在你在上面的页签输入你想看的那家公司的代码，按搜寻，你就会看到这家公司。那这公司的上面页签，你可以再看到这个 Profitability， 点下去就是 Thinking Alpha 帮你计算出这家公司的财务指标。好，主要有这一些财务指标，这个我待会一一讲它们代表什么意思。好，那右边你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代号，那以下就是它这些财务指标的数值。那接下来还有 Sector Median。那 Sector Median 就是这家公司同行的中位数表现。那再看这个 Percent Difference to Sector， 它这个指标相较于它这个同行是偏离了多少？如果是正的，比它的同行中位数还好；那如果是负的，比它同行中位数还差。那再往后面看，它这家公司5年这个指标的平均，还有它目前这一季偏离它5年平均多少？好，主要它是这样来观察一家公司的量化表现的。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，它用了哪一些指标来看获利能力。这些获利能力的指标，大概可以分成3个面向。第一个就是利润率面向的，就是看这家公司卖东西到底赚不赚钱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归在我之前讲的损益表这个类别。那第二个就是看资本或者资产的效率好不好。那这个用的就是报酬率跟周转率。那用的就是损益表，还有资产负债表。那第3个就是会计获利有没有变成现金。那主要看就是现金流，那就是归现金流量表在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先具体看一下利润率它用了哪一些指标在比。第一个就是 Gross Profit Margin， 这个在损益表讲过，这个就是毛利率。那公司是营收减掉销售成本，这算出来的金额去除以营收，那就代表什么？这种毛利占营收的这个比率，那就是毛利率。那这个主要再看这家公司产品的定价力、成本结构跟同行比，通常毛利越高的公司它是越有护城河。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EBIT Margin， 还有就是税前期前净利占营收的比例。那其实在美股它不太会分本业跟业外，所以这个 EBIT 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台股的营业利益，所以它讲的就是这家公司本业有没有赚钱，就会看这个 EBIT margin。那第3个就是这个 EBITDA， 通常又叫 EBITDA margin。EBITDA margin 就是刚刚的 EBIT 再加上2个东西，就是折旧跟摊销占营收的比例。那为什么会把这个折旧跟摊销加回来？因为折旧跟摊销在会计里面通常它不是真正的现金付出。你买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在会计里面它会把它认列到很多次的费用里面，它不会一次就算进去。所以这个折旧摊销通常不是真正的现金付出，所以把它加回去，其实就可以看它本业真正创造现金的这个能力。所以 EBITDA margin 大于代表这家公司是真的有赚钱，真的能创造现金的。那第4个 Net Income Margin 净利率，就是净利回去除以营收，它是最后版本的获利率，已经包含什么业外利息税，所以跟同行比就会看出最后结局谁把营收真正变成了股东盈余。那第2类我把它分作主要是在看现金的含金量，就是他赚到的钱到底是会计数字还是真正的真金白银。那我们来看主要有2个指标，第一个就是 Levered FCF Margin，它代表就是杠杆后的自由现金流率，也就是自由现金流之前现金流量表教过大家怎么看，营运现金流减掉资本支出，那就会是这个 FCF 自由现金流量，那就除以营收，就是这个 Levered FCF Margin。那为什么它会特别再标一个 Levered？ 其实在 CFO 里面，其实那些钱已经都是有含那些利息跟税了，所以其实也已经是杠杆后的状态，已经有把这个东西考量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指标能看出什么？公司到底有没有把获利变成可以分配的那些现金？那另一个的 Cash from Operation 就是 CFO， 有的现金流量表的营运现金流量，
它代表就是公司本业回收现金的能力。那如果 CFO 越稳定，它代表它的获利品质通常是越好的。所以它 CFO 就没有再去除以营收了，它就是单纯看这个 CFO 的数字大小。那下一类我把它归类在看效率，也就是用同样的资源，谁可以赚到更多的这个钱。那第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Return on Common Equity， 就是 ROE。那公式就是净利去除以平均普通股的股东权益。它的意思就代表就是站在股东的角度啊，你投入的那些权益资本，一年可以帮你赚回多少钱，也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意思。那第二个就是 Return on Total Capital， 那公式很简单，就是 NOPAT 去除以平均总资本。那 NOPAT 怎么算？就是 EPI 去扣掉税。那总资本通常代表的是股东权益，再加上那些有息的负债，就是需要付利息的那些负债加进去就好了。那主要在看什么？看的就是站在债权人跟股东的角度，本业用资金赚钱的那些效率。那第三个就是 Return on Total Asset， 讲的就是 ROA， 就是总资产报酬率。那公式也很简单，就是净利去除以平均的总资产，也就是用公司全部资产赚钱的效率。那资产越重的产业，它 ROA 本来就会偏低，所以这个也要跟同产业比才会比较有意义。那第四个是这个 Asset Turnover， 也就讲的是总资产的周转率。那公式就是营收去除以平均总资产。那它主要是在看什么？是在看资产产生营收的效率。那如果一家公司的 asset turnover 越高，代表它投入的资产相较来说，它的效率是更高的，就更会生营收的概念。那第四类我把它分作叫做其他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具体有哪一些项目。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capex 除以 sales， 就是资本支出占营收的比例。资本支出我在现金流量表那集讲过嘛，在台股通常可以用固定资产的投入当做资本支出。那它占营收的比例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多少的营收会投入到 capex 里面。如果这家公司的比值越高，代表这家公司会越重视未来的投资，所以这家公司未来的竞争力就相较于其他同行会是比较强。下一个就是这个 cash per share， 就是每股现金。那公式就是现金与约当现金去除以流通在外股数。那之前我在资产负债表讲过嘛，就是现金及约当现金代表什么？代表这家公司的抗风险能力。所以这个值越高，代表这家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是越高，越可以对抗景气的波动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 net income per employee。要讲的就是人均净利啊，每一个员工可以带来这家公司多少的净利，净利去除以员工数。那主要就是看人员的那些效率，还有营运效率的辅助指标。但我是比较少看公司的员工数了，我觉得这个各行各业可能还是有不同，但是同行下来比，可能还是会有意义的。好了，以上这13个指标就是 Thinking Alpha 用来看这家公司获利能力的指标，它主要是跟自己的5年平均比，还有跟同行去比。那如果这个指标距离中位数离越多，又是正向的离越多，代表这家公司的表现是非常优的。那他们还会根据每一个指标去给所有这些指标综合的一个分数。当然，它每一个指标的权重是不一样的，当然也没有公开每一个指标占多少权重，所以提供是大家这个方向，就是量化的思考，他们是这样思考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影片对大家有帮助，可以在下面点赞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。接下来后面4集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其他4个面向，就是什么成长性、估值、动能，还有分析师的修订，他们是怎么看的。如果大家接下来还有不懂，或是想要跟我有互动，可以在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来参与我的直播，在里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投资方法跟投资逻辑。好了，那这一集讲这么多，大家下一集再见。